石浩脑子里突然闪过一幕画面，火灵儿似乎会遇到危险。他回过神来时，可发现火灵儿正窝在他怀里。岁月静好，石浩摇了摇头，觉得也许是错觉。二人一起回到火灵儿的住处，火灵儿为石浩换上了他亲手缝制的新衣服，那一抹温柔让石浩的心头泛起了涟漪。换好衣服后，两人手拉着手去街上闲逛，宛如精致甜蜜的小情侣。在街中央的离火神树前，正聚集着一群人向神树祈福。石浩眼神微变，他察觉到神树竟然在渐渐吸取众人的精气。他还在琢磨这件事时，突然被传送阵传到了一个陌生地方，紧接着好几个人涌了上来。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石浩轻松应对，打得正酣时，火灵儿赶了过来，解开双方的误会，并带石浩见离火城的大祭司。在火灵儿换衣服的短暂时间里，大祭司突然对浩出手试探，并开口告诉石浩，他是火灵儿保命的唯一变数。石浩听得云里雾里，隐约感到事情不简单。第二天，火灵儿正式接任离火城城主，石浩默默在远处守护，等火灵儿完成仪式，他就离开。然而，就在仪式接近尾声时，大祭司出手终止仪式，并揭露了真相：神殿借离火神树控制了全城人的性命，而他为了救大家，只得这样做。这突如其来的反叛激怒了神殿，神殿斩杀大祭司，他当场身亡。火灵儿也陷入危机，石浩当仁不让，挺身而出，对上神殿的古神。古神冷笑着蔑视石浩：上次让你逃了，这次你别想再跑了。结果话还没说，就被石浩打得吐血倒地。古神愤怒至极，当场爆气发大招，一连释放数招杀手锏，数十柄古剑直插石浩全身各处，随即用石头封印，还再加上一连串的技能疯狂乱炸，誓要石浩彻底粉碎。他自信满满的转身离开，似乎胜券在握。然而就在他回头的那一刻，石浩破风而出，眼神冷冽如刀。只见他挥剑施法，一个阵法立即困住古神，古神挣扎无果，最终在阵法中化作灰烬。但就在石浩刚松口气时，熟悉的反转来了，古神竟然驾驭着一具巨龙，杀气腾腾地向石浩扑来。